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这算是奇怪的事吗？谢谢啊。哎，还真有人来了。谁还会信你啊？表姐，表姐，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表姐，表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福大命大，我有什么事啊？太好了，终于见到你了。世子殿下，那日我将他与你一同救下，你把他保护得很好，他没什么大碍，但需要时间静养。宗远那边人手不足，所以我命人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，直到今日才与你会合。谢世子殿下。好了，该见的人也见了，该办的事也办了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从这往西走是天煞，往东走是昆京，未来将何去何从，你们自行决定。我想去昆京，小七，你随我一起吗？听你的，你去哪我就去哪。世子殿下，你跟我们一起吗？不了，我这一路下来还有其他要事，何况你们跟着我并不安全。说的也是。这些日子你帮过我的，我会记在心里。他日有机会，我会报答你的。你不用担心，就算你忘了，我也会找你要。你从这里出去，会遇到你从没遇过的新奇和危险，这大概就是你要的自由吧。但我得提醒你一句，这自由从来都不容易，也不轻松，你的路不好走。天底下从来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。世子，你多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去。去。傅小姐，你想什么呢？我6岁来到玄岩山，现在已经第12个年头了。这里的一花一草是如何生长的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是啊，现在终于要离开了，我怎么有点想哭呢？可谁又不是呢？但是，外面的天地这么大，我们终归是要去看一看。可惜周叔没能跟我们一起。傅小姐，世子想的真周到，不仅给我们备了马，还留了这么多银两。记住了，受人恩惠，他日定要相报。齐国公来函，本王以尽数知悉。国公所议，假两国相邻之地长汉山换取天煞国摄昆陵一事，我天煞朝野深以为不妥。长汉山向来是太渊天煞争议未定之地，
来年割据，两国共治，以共治疆域换取天煞至尊国宝，是为战士所不容，为天煞子民所不愿，为五洲共存所不为。念及两国一衣带水，多年交好，而国公你沐风致雨，鞠躬尽瘁，我天煞愿借摄昆陵于你私人之用，皆以君子之意。当然，借灵之后，长汉山所属应当尘埃落定，尽归天煞所有。都说天煞国新王战南城此人玩物丧志，荒诞不羁。可这字里行间，分明是锱铢必究、得寸进尺的奸诈之徒。以千里长寒山换摄昆陵一用，他当真开得了口？我现在是有求于他，拿不到摄昆陵，飞燕殿主所教的法术便无可施展。那义父，还。如果我不能坐着王位，这长汉山与我又有何干呢？哼！一旦我做了这王，夺回这大好河山，也是指日可待。是。我现在在想，这天煞国会派谁来护送这摄昆陵啊？明日就要回昆京了，沿途多留意轩辕民的踪迹。义父放心吧，我已经派出了300名探子，若有世子的任何消息，即刻知会昆京。眼下也只能如此了。对了，义父，我听说大王的病情愈发严重，3日从未进食。若是再无世子的消息，义父您是打算？遇水术未得，他就不能死。所以，我还需要一个人来帮我。把这些全都给我砸了！这驱仙草可是我家先生从南山带回来，你们怎么说砸就砸呀？哎，你们怎么蛮不讲理呀？你说砸就砸呀？都给我砸！别砸了！滚！别砸了！你们别砸了！清风，先生，随他们去吧。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狗，咱们抹低了自己的身份。说谁是狗呢？再骂一句试试！放肆！谁啊？一群不知轻重的奴才，还敢惊扰医圣！国公，好大的本事啊！都拖下去，杖责20。是。国公饶命，不是我们故意挑衅，实在是小姐数次请宗沈姨治伤，沈姨总是避而不见，我们也是担心小姐伤势，因而才出此下策。先生，请留步。都拖下去。带走。走，快走。国公请。打扰先生了。不知国公是否也在怪在下，不愿给郡主疗伤之事？哼，素来听闻先生替人医病只凭喜好。哎呀，想必苑儿平日对先生多有得罪，惹恼了先生，是他自己没有缘分。国公请。我若是要下毒，
只怕国公踏入门前便死了，又何苦浪费这新制的雪顶白露？啊，哈哈哈哈！先生多心了。好茶。既然国公不为郡主之事而来，那不知有何请教？我走遍五州，见过颇多名医，但如先生这般医术高超的，还真是第一人。先生是医药大家，但是隐居山林，行迹乡里，实在是可惜呀。可惜？我并不觉得。虽然山林中的日子不算富足，但这一粥一饭本就足够。相比起这些，我更在意的是林中的无拘无束。没错，山林有山林的雅趣，但是医者讲究的是悬壶济世啊。若先生一辈子隐居山林，苦心钻研医术药理，却毫无用武之地，岂不可惜啊？哦，可否跟我一道回昆京啊？昆京是五州最繁华富庶之地，且不说城里各族裔聚集于此，有很多新奇技巧的玩意儿，单说太原王宫中四海进贡的药食仙草，也远比轩辕山上这些野草山药要珍贵得多呀。国公的意思是，太原国库的药草尽可为我所用，替我执掌太医局。别说库房里的珍稀药草了，放眼五州，但凡先生想要得到的，我定遣人替先生寻来。国公如此，果然是有备而来。承盼先生。若国公可以成全在下3个规矩，我倒可随你去昆京。愿闻其详。一，我平素不喜喧嚣，不爱结交，到了昆京，无谓的应酬，敬谢不敏。先生放心。2，我用人向来挑剔，身边的随从侍奉，需我亲自挑选。若国公对此疑虑，那以我就此作罢。但凭先生意愿。3，我医人，也杀人。若国公以医者仁心之名，要我做个伪君子、假善人，殊难从命。先生啊，听您一番话，你我真是脾胃相投啊！莫说3件了，就是再来个3件5件，我一并应了先生。如此甚好。师祖地飞天，只要他成为我的仆从，一切将易如反掌。他解开5重封印之时，将是我们大功告成之日。傅小姐，我看前面越走越窄，会不会没有路了呀？昆京城就在西边，只要沿着日落的方向走，一定不会走偏。但是我怎么觉得这里这么冷啊？你看啊，这明明是夏月，但是这么冷，而且你听，这里的鸟叫都很吓人。在山上的时候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怂啊？不是我怂，是真的很吓人嘛！哎呀，早知道咱们走那条阳光大道就好了，被国公府的人抓走，也好过被妖怪掳去。别胡说八道！什么声音？是不是有小孩的哭声啊？啊，不会吧？会不会是什么山猫的声音？听着应该差不多啊。帮我牵着马，我去看看。你干嘛去？哎，别，不要紧，你不要去。在这好好待着啊。我害怕。牵好了，等我啊。
谁在那儿？给我出来！仆从，仆从，谁在那儿？出来！仆从，仆从，仆从。做我的仆从吧，做我的仆从吧，脱去你的凡胎，离开这苦海。你为什么不过来？孩子，你这一路一定很辛苦，让我来照顾你，再也不受任何烦恼苦痛。我会指点你走出迷境。只要你臣服于我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周叔，不要！客人都到了，赶快干活去！不对，你不是周叔。扶摇，大师兄，我心里只有你，为什么你不过来找我？傻丫头，我说了这条路艰险无比，来吧，我来带你走出去。刚刚不是已经……我不放心你，所以回头来找你嘛。你看，这竹林里全是血碎。走，我的马就在那里。你刚刚明明已经走了。傻丫头，再往前一步，你就能走出这片幻境。跨出去，跨过来。跟周叔回去吧。扶摇，我带你走出去。我心里只有你，跨过来。为什么你不过来找我？假的！跨出去，跨过来。你们都是假的！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，少庄主来看你了。等一下，别进来。师兄，你就远远的站在那儿就好。师妹这两日可好？父亲特命我过来看看你。若是师父不让你来，你是不是就不来了？师妹，这是什么话？我变成这个样子，只怕师兄心里不痛快。照顾师妹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，我怎么会不痛快呢？
师兄说的可是心里话。师妹别瞎想了，师妹好好养身体，改日我再来看你。等等，早晚你我是要面对的，难道你我要永远隔着这屏风不成？除非师兄根本就不情愿娶我。师妹别瞎想了。是我错了，师兄，我不该说这样的话。师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姑父已经遣了人回去知会家里安排婚事，你我的府邸就选在了御将台。还有，姑父说了，这几日昆京的官位正好有空缺，他正压着没有进补，就等着你我到了，任由你挑选。好，我怎样都行。只怕对着这样的我，师兄觉得怎么样都不行吧？师妹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明日一同启程。师兄，师兄，小姐，小姐，师兄他终究是喜欢我的，是不是？那是自然，要不然，少庄主也不会和小姐一起去昆京成亲啊。是吗？他是真的愿意娶我吗？只怕他是不敢不娶我。小姐，会好的吗？会好的是吗？会好的是吗？这会好的，会好的是吗？会的，小姐。如这个贱人，你毁了我，我终究也会毁了你。哎，我刚才等你好久，你都不来，我就害怕了，
所以我一咬牙就走进那个树林子了。哎，可走进去我才发现，其实那个林子一点也不可怕，只是我喊你好久你都不答应我，我就又害怕了。不过幸好遇到了他们。哦，对了，后来啊，我才听他们说，原来那个林子里面有迷雾瘴气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是因为碰到那些迷雾瘴气，所以才产生了幻觉呗？嗯，他们都这么说。难怪。姑娘，哎，季将军，今日要不是遇到我家将军，恐怕你已经葬身在这片竹林了。嗯，饿了吧？来，谢谢。我家将军说了，这片竹林有脏东西，看你们姐弟二人可怜，这几日就随我们一同走吧。等出了这片竹林再说。不要紧。哎，你家将军是什么人啊？这个，姑娘就不用知道了。我家将军有要务在身，本不该管这样的闲事。要不是今日情况紧急，算了，你们领情就好，千万别惹事啊。嗯，谢了。吃吧。谢谢季将军。这个季将军人还可以，但是那个棺材脸，哼。不过今天多亏他救了我。他应该姓战。谁跟你说的？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天煞的王族，搞不好还是个王爷呢。下山没多久，倒学会胡说八道了。我没胡说八道。你看他腰上戴的那个铃铛。你说一个大男人腰上挂个铃铛，是挺好笑的。那个东西啊，叫做摄昆铃，是天煞的国宝呢，只有王族才能佩戴。怎么了？这铃铛很值钱啊？这不是值不值钱的事情，关键是这个铃铛，听说可以驱邪避妖。我猜啊，他们之所以不怕这个林子里的古怪，多半是因为这个铃铛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在你跟周叔捡我回来之前，跟我爷爷也是在江湖上混过一段时间。啊，我呢，跟周叔捡你回来的时候，你才这么大，你怎么去江湖上混的呀？你啊，学会胡说八道了是吗？我不胡说了，我错了，你别救了，好疼啊！别救了！爱信不信？干嘛去啊？拉屎！你就在这拉啊！哼！恭喜恭喜啊！恕不远送，请吧。告辞。为何闷闷不乐呀？明日就是负荆娶亲之日，臣儿觉得，事已至此，已经由不得你有旁的想法。你即使不情愿，也要做出情愿的样子。是。你是我轩辕山未来的主人，凡事要以大局为重。结这门亲事，是为了让你到昆京，开辟仕途。这是为父为你设想的最好的选择。臣儿明白。记着，你是我燕家的希望，一定要踩在我的肩膀上走得更远。是。我给你的那包猎魂散还在吗？那是当初父亲让我给扶摇。好好留着吧。裴苑这个姑娘，我知道你不中意，尤其是脸被毁之后，
原来是3分任性，现在是9分怨毒。娶这样的女子为妻，我知道是为难你了，但是你必须要忍，忍到时机成熟，忍到她对你再没有任何价值。父亲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互相利用。你娶她是为了她娘家的根基，一旦你在京中的地位稳固，以裴院的性格，将来只能使坏你的事，绝不会帮你。到那个时候，这包猎魂散就派上用场。难道父亲要我？你只需记住一点，行事必须要谨慎。一旦用上这包东西，必须要找到一个替罪羊。如果他们没有怀疑你，他的死就会给你带来所有人对你的同情，而这个同情会让你得到更多的机会。不行，父亲，就算我不喜欢他，那我也不能这么做。心慈手软成不了大事。算了，这件事还需从长计议。你明天就要启程了，我也不多说了。记住我的话。是。小姐，您的批方来了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您是不是生病了？您的手在抖。小姐，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母亲，水是不是凉了？不凉。我叫人再拿些花瓣。不用了，叶儿，母亲想听你唱歌。嗯。默默长夜，好好讲养，吾儿去矣，不知何方，苍山。见鬼！醒醒，醒醒！什么事啊？拿来。拿来什么？摄昆铃。摄昆铃？啊，那个东西真的叫摄昆铃啊？你果然知道，看来没冤枉你。现在把铃铛交出来，我放了你。怎么了？你的铃铛丢了？偷了我的东西还敢在我面前抵赖，胆子不小啊！你说我偷了你的东西，那我还继续在这睡觉？我心也太大了吧！天底下有我这么蠢的贼吗？你蠢不蠢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的同伙不蠢。
他拿了我的东西跑了。小七呢？小七，把他绑起来！不抓到那个小贼，谁都不准放了他。是。老板，哎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白衣服戴金冠的男的？白衣服戴金冠。哎，客官，你有看到吗？哦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好像是往那边去了。好，行，没事，慢走，官爷。这。哎，客官，查询2文。他公子，他，你越来越会玩了。这不跟您学的吗？演戏演全套。昆京状况如何？城中防止水患的穹顶已经快撑不住了，估计宫中的老王轩辕刃也活不了多久了。祁镇呢？已经快马加鞭的从轩辕山赶回，沿途一路打探公子的下落，好像还发了榜文，在追拿一个从轩辕山逃出的女子。这丫头还真有点能耐。哦，对了，城中的暗哨已经布好，可即日启程昆京。行，该做正事了。胡子好丑。丑吗？还好吧。出！吁！将军，前面就是昆京了。好。那个姑娘怎么办？怎么着？终于相信不是我偷了你的铃铛了？我只是不喜欢虐待女人。你就不怕我趁你不注意溜走了？可以，你尽管试试。将军，信。加快脚程，后面的追上来了。是。将军，那个姑娘呢？带上来。快过去。撤。王生怎么样了？在下愚笨，医术有限。情况如何？下去吧，都下去吧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大王他恕在下无能。哎，大王他可曾醒了？
取镇回宫还要多久啊？这有什么说不得的？我听说，国公已回到府上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昨天夜里。岂有此理！大王病入膏肓，他一个堂堂的国公，竟然没有立刻去宫中探望大王，他简直是不把整个轩辕王族放在眼中。请大人息怒，怕是国公也在发愁啊。愁？他能有我愁吗？听说，是世子轩辕民不见了，在轩辕山被贼人所掳，下落不明。你说什么？还听说，国公他怀疑是您派人绑了世子，说是您想把持朝政，不肯交权于新任世子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你懂什么？三界有什么好？若无贪嗔，若并无烦恼，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？为爱愁，为恨求，为情把魂魄都丢掉。要我爱的那个爱我，只要那一个爱我。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？若无病弱，若永无苍老，又怎叫花火孤身逐星斗？为人守，为心留，为梦把运气都赶跑。要我美得多，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有道说，此生所求不过翻云覆雨厮守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，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仗马参透。梦为星球，赐我爱愁，半生着落。此生所求不过翻云覆雨厮守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，来世若求，唯愿寒蝉仗马参透。梦为星球，